Hello，欢迎来到宇宙说发室，我是 Holly。今天我们要来做的占卜的题目是：这件事情，你心里想的这件事情，到底接下来会如何的开展呢？好，那我们就先来选出3组的导引牌。OK， 好，首先这是第一组的牌 ，Ten of Branches。第二组的牌 Five of Branches， 以及第三组的牌是 The High Priestess。 好，那建议大家在做选择之前可以先做几次的深呼吸，让自己的能量往下带。如果你觉得这3组里面有你有感应的，就可以聆听你的直觉哦。如果这3组的画面都没有特别让你觉得有想要选的感觉的话，或许是时机尚未成熟，建议你可以再过一段时日再回来看看这支占卜。好，那需要更多时间的话，你可以按下暂停，选好的话我们待会就开始咯。Hello， 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的主牌是 Ten of Branches。我们先把这张牌放回去我们的整副牌里面，我来做洗牌，然后来为大家抽出灵性团队想跟大家说的话。好，那大家的主牌 Ten of Branches which is 也就是权杖10。好，权杖10。那我看到的是在左边的牌呢，代表是大家大概近期或是过去的状态，接下来就是未来的部分了。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哦。OK， 好，我觉得大家在之前可能是在一种休整的状态。好，你心里所想的这件事情，它是在一种休整的状态。好，也就是说，就好像我们的譬如说森林啊，国家公园里面的森林，如果树木长得太过密集的话，它们彼此会争夺彼此生存的空间，所以适时的需要抒发一下嘛，对不对？好，就需要稍微做一点整理。那我感觉到的是，大家前些时间都是在做这样子的整理，所以那个整片的森林看起来好像就有一点点。这边有点秃，然后那边少了几棵树的那种感觉并不是很美丽哈，所以我觉得大家之前的心情可能不是挺美丽的哈。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大家这个阶段呢，其实是一种必要的一个整理归纳好跟断舍离的过程。那我看到的是这个过程呢，事实上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帮助哦，因为就好像这张 Page of Spires 一样哈，这是宝剑侍者。好，像这张牌一样，你们就好像做了热气球一样升空了。所以我觉得因为之前的你的这个心情上或者心境上的沉淀整理，让你得到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清楚整个事态整个样态的全貌，甚至可能就是说让你自己的心里更清明了。好，因为我觉得之前的整理有发挥它的功效，所以你会感觉到更加的清明，让你能够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或者说让你更能够看清楚真正的盲点在哪里。好，那么接下来来到了这个权杖10，也就是大家目前的状态哈。那目前状态我看到的是森林很茂密，但是这边有透出光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开始有对于未来的状态觉得有一种一线有曙光的感觉，好像有看到希望跟前方的一个比较清晰的状态哈，所以简单讲呢，我觉得大家是渐入佳境，好，是渐入佳境。那再往下的这个宝剑4跟宝剑6，好，这2张牌，我觉得宝剑4在这边呢，其实是让大家有更多的更深一层的沉淀，也就是说大家的事情要能够顺利开展，其实需要像各位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去看到事情的一些更多的细节，或者说更多的状态，好让你可以去做处理，去做整理。那也就是说就因为有这样子的整理，有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些该处理的细节才会浮上台面，让你好可以去对他们做一些处置。那不管那个是人事上的安排也好，或者是心境上的处理也好，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在之前的这个断舍离也好，
好，心理沉淀也好，或是什么样的事态的安排也好，都让大家走到了今天是一种看见曙光的感觉。那么在接下来的宝剑4这里呢，我觉得是大家接下来要 focus， 就是把焦点放在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愿景，好，要比较专注的放在那个愿景上面。那这个愿景可能对你来说，你会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难以接近，甚至有一点好像在爬高山一样，就是我们在山脚下看那个山那么高，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自己爬上去那座山一样。但是在最后呢，我们看到的这张有没有？好，这张宝剑6，这张宝剑6你会看到这些延绵不绝的这些山峦哈，这些山脉之间其实都有一些像桥梁之类的哈，或是绳索之类的，让你可以做这样子的跨越。所以我觉得对第一组的朋友们来说，其实未来的愿景是渐入佳境的，而且你会能够找到那个跨越障碍的那些连结，你能够像连看一样做这样子的连线的动作，然后一关一关的过关，好，一关一关的过关。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从之前的沉淀整理到现在的这种看见曙光，以及接下来你真正看到的是原来我要面对的是这个。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你可能都不知道你甚至不知道就是说我真正卡关的点在哪里。那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来到一个点，就是说你开始有那个清明度，有那个清晰度，让你得以可以看到就是说原来我一直在面对的，一直藏在底下我需要面对的障碍是这个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它终于被显露出来，而大家在未来也能够真的找到方法，找到那个途径去登上这个山顶，好，去登上这个山顶，去跨越这个障碍。 OK，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开展哦。那么我们再来抽几张神谕卡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讯息要给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们。好，各位的牌呢，我觉得看到的也是更多的确认哈，也就是说，我觉得第一张牌的 transformation 转变就是非常的重要哈，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大家先前在经历的这个阶段哈，这个整理沉淀或断舍离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真的对大家来说至关重要哈。那我觉得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哈，其实你们之前都真的经历了很多，那宇宙是想要跟你讲说，辛苦你们了，但这个阶段对你来说真的非常太重要，好，因为它是一种很深层的疗愈，它是一种很深层的去翻搅各位的一些不管是前世的或是这辈子的一种好像很僵着很固化的一种模式，甚至是某种像业力的状态。那因为我们这边也有抽到8宫的牌，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啊，这一切都有一种很深层的感觉。那我觉得有一点是要比较提醒各位，就是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家先前可能来到一个阶段，就是说你得以像坐热气球一样升空，来到一个比较高的制高点去看到底下的状态哈。那我觉得对于某些部分的朋友来说，可能已经有这个感觉了哈。那如果还没有走到这里的各位的话哈，请留意一下近期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机会。好，因为我觉得大家收到了这张哈，上面写着 invitation 邀请哈，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宇宙的邀请你好，透过各种因缘际会好，那当然其实它真的都不是巧合，是宇宙给你的一个安排哈。透过各种因缘际会，让自己能够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去看待自己目前的状态，以及这件你想要看到它往下开展的事情哈。尽量能够如果你有那个机会，你觉得说你被赋予了这个机会的话，就要好好的把它抓住，因为它能够帮助你看到更多你原本看不到的状态。好，
那么再来哈，我看到的是在我们刚刚的这一张权杖十的上面有了这张八宫以及这一张 Memento Mori There might not be a someday。 好，这张牌基本上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把握机会，好，因为人生只有一次。好，那不管你信不信轮回，信不信投胎，但是不管怎样，你这个肉身这辈子就是这么一次嘛，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哈，其实是一种宇宙的各种元素的联动，让你获得了一个，我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说哈，我是有点像是一种平衡业力的机会嘛哈，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来自一个很深层的地方哈，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哈，如果这件事情就是你想要尝试看看的，就是你想要做的，虽然可能有一点犹豫，虽然可能有一点不确定，但是宇宙都在跟你讲，就是说肉身来到这里就这么一次。好，不管有没有来世，有没有前世，反正对于你的这辈子的肉身，对于这个不记得前世发生过什么事情的你，这辈子就只有这么一次。那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吧。好，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吧，不要再犹豫了。OK， 好，那么再来哈，最后一张的这个 I am Galactic Starseed Blooming 哈，放在这张这个宝剑四上面哈，接着下来是我们的宝剑六，也会让我看到就是说有些东西。好，放在右边的牌都会跟就是说这件事情的开展比较有关联哈。我看到的是它是会开花的，好，不管你在问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它会开花。好，它会开花，你能够跨越这个障碍，所以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是一样的哦。OK， 好，那所以啊，好，这个就是给第一组朋友们的讯息。好，简单讲就是说，大家之前的这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一段时间你觉得你走得很痛苦的话，宇宙是想要跟你讲，就是说你太棒了，你真的好棒棒，好，你真的好棒，好，你能够走到现在这个点上来是很不容易的，好好的给自己的掌声哈。那宇宙是想要跟你说，有什么事情你很想做，你就去做，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件机会难得的事。那再来就是说，你想做的这件事情，它会开花，好，它会开花，好，会开花的，所以大家可以保有更多的信心，好，保有更多正面的态度去面对接下来所开展的一切。 OK， 好，那么今天的第一组占卜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却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考虑订阅哦。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选择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抽到的是 Five of Branches。好，那我把这张牌混进去我们的整副牌里面，接下来我就来抽牌，问问大家心中所想的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开展。好，选择第二组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的牌给我有一种很有像被什么东西拉下来的一种感觉哈。好，那刚刚大家的这个主牌哈，第二组的主牌是 Five of Branches，which 就是权杖五。好，权杖五这张牌，那在左边的部分代表的是大家近期或者说过去的一些状态，那接下来就是未来的走向。好，那首先第一张开牌是这个宝剑侍者。好，那这张牌我会觉得就是说大家看到的是它其实是一个坐在热气球上面的画面，自己乘坐在热气球上面，然后也看前面还有其他组的热气球的乘客在前方那接着下来又是这个 Devil。我觉得大家的之前的状态可能是一种上上下下的起伏，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得到了一个什么机会，得以跃进，得以扬升，这样子得以去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更高的点。但是有什么东西在拉住你，拖住你，把你往下拉，往下拖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感觉还蛮强烈的。好，这个感觉还蛮强烈的。那大家抽到这张 Devil， 好，那这张 Devil， 恶魔这张牌，我觉得就是说，其实，
我感觉到的是，大家其实是想要往上，或是你曾经有个机会可以往上，但是你又被拖回来。那被拖回来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有些东西你需要被你看见，有些东西需要被释放掉，好，有些东西需要被释放掉。那这副牌里面的这张 Devil， 好，其实它画的是路面上有很多招牌啊、霓虹灯啊，然后跟下面映照下来的这个它应该是下雨天吧，好，所以路面上有水，它反映出上面的这些灯光。但是如果没看到上面的话，是不是会有一种好像在炼狱里的感觉？好像有一些火焰什么的，看起来就比较阴沉可怕。可是看到上面的话，也就知道说，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城市的夜景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大家之所以被拖下来，是大家有一个像心魔的东西，或许是我不知道对每一位选2的朋友们是什么，或许有的时候可能是罪恶感吗？好，觉得自己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好，或者说觉得我应该要再更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总而言之，我觉得其实也就是大家好像有一点被困在一个类似像幻象的东西里面，你会觉得就是说也是上下两样情的感觉。好，就上面是看起来是很正常的，好，甚至可能是比较轻盈的，可是你又会被下面的东西给拖住。好，那来到了我们的主牌这张权杖五。这张权杖五里面你会看到就是说它其实是在做一个像伐木的工作，这边有斧头啊，这些有一些被砍下来的树干什么的，然后这些有一些焦枯的这些树，然后后面又有一些比较茂密的树。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大家可能目前的状态是会觉得就是好像怎么说，好像有一点就是说开展不开的感觉。好，就是说你希望这一片森林是茂密的，可是就有那么几棵树，它就是怎么样都长不好。好，它就是怎么样都长不好，导致于你的这个林地就会有一块，就好像就是突突的，让你觉得怎么看就觉得不满意。好，我觉得大家的状态有点像这种感觉哈。那如果我刚刚讲的跟你的现状你没有什么共鸣的话，或许这一组就不是有对应到你的讯息哈。好，那么接下来再往下讲哈，接下来也就是未来开展的部分哈。未来开展的部分，首先我们先看到这张 Judgment。好，这张 Judgment 大家有没有看到下面这边？好，其实是一些墓穴，好，就好像是坟墓。好，那上面这边有一道围墙，好，上面是城市的风景这样子。好，那我觉得好，大家然后我先往下讲。好，大家在最右边的这张牌抽到了这张牌。好，那这张牌是这副塔罗牌里面作者他原创的多加的一张牌进去，他其实画的是一个家族的墓室，一个墓穴。好，就是我可能是很有钱的人吧，好，或者说很大很兴旺家族才会有这样子很大的一座像建筑一样，好，就是家族的墓穴。好，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做的事情好就是说去处理你的这个心魔，或者说处理不管是不是心魔，有可能反正它就是一种把你往下拖往下拉的一个像地心引力那样子的感觉哈。那这一切源自于一种家族方面的或是先人方面的一些像业力之类的东西。好，那大家听到这里不要觉得很绝望。好，不要觉得很绝望，就是说什么居然是家族业力把我往下拖吗？好，那你要这样子想也可以，但这样子想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对不对？但是虽然我们人其实就是会常常卡在这里。好，我也是。好，那其实今天宇宙是想要跟你讲，就是说你现在在面对这个状态，其实是累积了很久很久的一个模式，它等待着你去打破它。那大家看到这张 Judgment 这张牌，好，虽然这边有一些墓穴什么的，可是你有看到其实你不看下面的话，上面的风景是挺美的呀，对不对？好，老实说我觉得下面也没有不好看，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见仁见智。好，我觉得
家族里面有一些好的传承，是让你像是对你来说，对你的这一生来说，像是个跳板一样，好，你能够好好的运用它，去到你想要去的地方。但同时的同时也意味着是说，当你运用这些跳板往上跃升的时候，你同时也是在爬着这个。你会看到这个墓穴里面有两只很长很高的梯子，有没有？然后上面有个应该是个窗户什么的，或天窗什么有个开口。好，简单讲就是说，当你带着你的家族传承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那种感觉有点像我们讲的，就是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那种感觉，有没有？所以也就是说，你其实是带着你的先人们，或者跟你曾经有过类似遭遇的前世，一起在爬升，一起在提升你们的一个振动频率，让你们能够更轻盈，然后更能够没有束缚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以为你在做的事情是只有你一个人的事情，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可以怎么说呢？像是一种助力。如果你有如果你能够往这样子的方向去想的话，就是说你等于是你们家族里面的先驱啊。就是说大家可能以前最多就只能到这里，但是你是那个可以再继续往上开展的人，你是能够继续让整个这种比较沉重的这种业力的状态，或是这种沉重的这种往下拖的模式，你是能够从中得到一个开展，得到一个解脱的人。所以这对你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不要小看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OK， 那所以我看到的是在未来不管这件事情它会怎么开展，我觉得它都会牵扯到业力。好，那我们就来抽看其他的神谕卡，看还有什么讯息可以告诉我们的第二组朋友们。好，我看到了大家真的果然一开牌我们就抽到了这一张阿卡莎。阿卡莎，那阿卡莎管理着就是我们的灵魂记录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大家的现在面临的这个状态，其实跟很深层的灵魂的源头的连结是有关联的不管是你家族前世也好，或者只是你这辈子或者是说你自己的生生世世也不一定是跟所谓的你现在原生家庭的家族有关，但是我觉得以这样的排列出来，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关系啦。好，那其实那个是什么牵连，其实就这辈子我们来说并不重要，并不重要。但是他只是要跟你讲，就是说你现在在做的，在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翻转，它作用在一个很高的灵魂层级里面，你甚至可能不特别这么觉得，但是宇宙想要特别跟你讲，特别想要跟你讲，就是说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你得以去翻转，去调整，甚至说去疗愈你生生世世需要被疗愈的那个部分。好，那再大家抽到了 Answer the Call， 回应那个召唤，回应那个召唤，你的灵魂正在召唤你做什么呢？你的灵魂想要你做什么，你应该心里有个底。你应该心里有个底。所以我觉得抽到这一组牌的人，应该其实大家心里有一个很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说心中有一个潜藏已久的愿景，一直没有去执行，一直没有办法被实现。那今天这一组牌就是在跟你讲，就是说你会有这样子的愿，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有这样子的心念，其实是源自于你很深层的，好像细胞记忆，你的前世，你生生世世，甚至你的家族血脉，他们都很想要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许是疗愈，或许是什么其他的。那至于这件事情如何开展的部分，我看到的是跟外界的一个流动跟互动。这边写着 Ask
wonderfully, receive graciously。然后以及大家在最后这个家族墓穴这张牌上面，我们抽到了双子座。好，那不管怎么样，我看到的是其实各方存有都会来帮助你，都会很想要来帮助你。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的开展会是什么呢？这件事情的开展是，如果你愿意开口请求协助的话，各方存有都会来帮你。好，因为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你想要的也是他们想要的。好，所以你们是在同一艘船上，你们是同样的目的地，所以当你开口请求协助的话，所有跟你目标一致的都会跳进来帮你。好，所以很重要哦。好，记得好，需要任何帮助，开口请求协助。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虽然刚开始开头是比较沉重的，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大家在问的这件事情，牵涉到很深层的一些灵魂上的牵连，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接下来事情的开展会如何，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会来帮你。好，你会有帮助，会有帮手来帮助你。好，然后你会与更多的人事物产生更多的连结，而你们是可以彼此合作，来让大家一起往比较好的方向去前进。好，不管那个所谓的好的方向对你们来说是什么。好 ，OK。好，那以上就是给第二组朋友们的讯息，希望今天的这支迷你的占卜能够帮助到你。如果你觉得有所帮助的话，请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却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考虑订阅哦。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选择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的主牌是这一张 High Priestess。好，我先把这一张牌放进整副牌中，我们来洗牌，看看大家心中所想的事情接下来会如何的开展。好，第三组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的牌有一个还蛮激烈的转折。好，一个还蛮激烈的转折。好，所以我想要先往下抽一些神谕卡来帮助我厘清一件事情，我们再一起做解读。好，第三组的朋友们那我看完了大家的这些牌我觉得大家在经历的事情从前些时候到之后的未来都会有一种像云霄飞车一样的感觉，因为它真的是有一种很起伏的感觉。所以首先我看到的是在最左边左边代表的是大家过去的阶段那右边代表的是大家的未来会如何的开展。那我看到的是大家在正中间，也就是主牌，我们抽的是这个 High Priestess， 也就是女祭司。女祭司这张牌其实在抽出来这一张牌的时候，我有一点隐隐约约觉得说，会不会这件事情不能够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问的这件事情是不可说不可知的，因为女祭司的基本的牌意就有这样子的内容。但我觉得既然牌抽了出来的话，那就代表就是说并不是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你有看到这个女孩她在掀开这个帐篷的时候，好像有一种那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小心翼翼的感觉，或者说好像有那么点期待，很好奇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处在这样子的阶段，就是说我很好奇接下来会如何的开展。很好奇接下来会如何的发展，有一种那种好像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感觉。那不管怎么样我看到是大家其实一开牌抽到的是金币皇后，接着是 The Devil。好，那我觉得怎么说呢，金币皇后这张牌其实意味着就是说，其实你怎么说，我觉得你其实一直都把你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照顾得好，也就是说可能比较外在的部分就是说你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照顾得好。但是我觉得某些时候你会觉得就是缺了点什么，
心中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好，那么一个好像空白的空间，有时不时会好像这样戳你一下，就让你觉得说好像什么东西不够，我好像少了什么，好像有一点空虚，甚至开始觉得有一点没有意义的那种感觉。好，那其实我觉得灵性团队在这边其实想跟你讲，就是说你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其实是因为你的整个人，好，你的整个人，你的灵魂正在提升，你其实在经历一个觉醒的过程。而那个觉醒的过程是什么呢？大家抽到的这只灵魂长颈鹿，好，灵魂长颈鹿干嘛呢？好，长颈鹿是不是很高很高的地表上最高的动物吧，对不对？那它的视角是不是也很高呢？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哈，其实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大家可能是灵感力很强、第六感很强的人哈，所以也就是说，有些事情在你没有一个好的预感的底下，你是不会轻易去做的，不会轻易去尝试的，因为你觉得就是说，我已经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啦。如果我对于接下来的发展的那个预感没有很好的话，我干嘛要去做啊？对不对的那种心态啊，那种心态。但我觉得其实正是这种心态，它会拖住你。好，它会有点拖住你，因为你等于是你自己在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开展之前，你自己在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之前，你就帮自己过滤掉了。好，你就像是一台打录机哈，帮你。就你预设你觉得你不想听的，你就先删掉了的那种感觉哈。那所以接下来开展是什么？接下来开展其实是宇宙需要你勇敢的跳下去，好，勇敢的用个信心一跃哈，因为其实前方你其实就是看不到，不然我们也不会抽到女祭司。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女祭司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基本的牌意哈，就是说什么东西是不可知的、不可说的，是未知、全然的未知，你无法探测的。好，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就在这里，就是觉得说，天哪，这个东西来到我的眼前，可是我却无法对它有任何的第六感，或者是我好像我的那种预知系统它完全失灵，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那种感觉哈。那我觉得大家确实就是在这样子的点上没错，而这样子的点是宇宙刻意安排的。好，我觉得好，那为什么要安排这样子的点呢？就是希望你能够打破那种就是说我以往都是靠着预感啦，好，靠着预感第六感去行事的那样子的一个风格哈，因为来到了一个点上，是你必须要对这个事情哈，或者说对你自己本人哈，或者说对整个宇宙、对这个世界有信心，so that你可以有这样的信心的一跃哈。带着信心好去经历你未来需要去经历的不管是什么。好，那接下来的下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圣杯五。好，那圣杯五其实是一个非常情绪带得很满的一张牌。好，那它其实是通常我们基本牌意就是代表的就是失望，就是悲伤。好，所以我觉得大家接下来会有一个情绪上的低潮，好，可能会经历一个情绪上的低潮，让你觉得说，哦，天哪，怎么会这个样子？那不管那些情绪是什么，好，你有看到他这张牌里面哈，虽然看起来波涛汹涌哈，这边好像有一些什么东西的残骸哈，因为浪涛太大，把它就什么东西打散打碎了哈，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其实在这乌云密布的天空里面，其实是有那么一个空间，好，是平静的，是相对平静的，好，是相对有希望的。所以接下来哈，如果大家有遇到一种像情绪上低潮的时候，请大家的目光聚焦在那个依旧平静、依旧有希望的，不管是什么。OK， 那我看到的是这个是必经之路，可能没有办法闪躲。那但是我刚刚讲说第三组牌像云霄飞车一样，就原因就在于最后大家上面抽到了处女座。好，那下面这边是权杖四。好，最后会迎来什么呢？你看到他手里握着这些麦穗。好，麦穗又象征着丰盛。好，那这张权杖四的牌，好，特别是以这一副塔罗牌为例哈，它其实它画的是他在采果子。
好，这些都是果树，果树都结满了果实，好，爬上梯子去把它们采下来丰收。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大家接下来会面对到的这件事情会如何开展。好，首先第一点是这件事情需要你有信心，好，即便你对未来感到未知，好，需要你有信心的去采取行动。那虽然光是做这个决定可能就会带给你很大的情绪的起伏，但是当你前面这张牌，我们这个 Virgo 下面这里写着 digest 消化，当你把这些东西由上而下的往下沉淀消化告了一个段落之后，其实你是会有成果的，这件事情是会有成果，会结果会开花结果，你是会有丰盛进来的。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三组的讯息了。好，所以第三组的讯息真的是非常的起伏，真的是非常的大。好，那不管怎么样，大家现在感觉就是一种对于未来可能一种全然的未知，甚至很想要说去算牌，不然你可能也不会进来看嘛，对不对？哈，就算牌看看说到底前面是什么哈。那我觉得其实今天抽出来牌里面，他们没有特别想要给我更多的 detail， 就是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只有跟你讲，就是说接下来你会满意那个成果，因为它会开花结果。但是中间这个衔接的部分就会需要你信心，好，你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去做出你相应的作为哦。OK， 好，那这一组牌好不容易，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能够好好的我觉得或许多做一些静心冥想的练习，对各位应该会有蛮大的帮助。好，会有蛮大的帮助。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对宇宙的信任吧。好，然后我们尽量就是放下那个想要掌控结果的那种欲望。好，有的时候当我们松手，好，当我们该做的事情做了之后，我们就是松手了，看他自己怎么自然的开展。好，看他自己怎么自然的开展。虽然我说我已经看到，我觉得是还不错的一个开展的后面的一个结果哈。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现在大家在这一步对大家来说是有困难的。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冷静下来。好，那对未来不要失去希望。好，然后不要太往负面的想法去。好，然后尽量让自己可以从事一些静下来静心放松的事情。好，让大家可以能够对这个未来更有信心，然后去做出相应的作为。 OK，好，那么以上就是给第三组朋友们的讯息。那今天的讯息如果对你来说有所帮助的话，请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却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考虑订阅哦。我们下次见，拜拜。